开头善举铺设反差，免费行善是普通人共情点。只因木匠好心免费为独居妇人修补阔门，妇人死死拉住他不肯放行，深夜压低嗓音紧急提醒，千万不能回家，一旦踏出门，家中妻儿老小尽属难逃杀身大祸。谁都想不到一次随手行善，竟能避开一场灭门惨祸。作恶无赖心怀歹毒，谋划纵火行凶，好在二人联手巧设机关，拿出行凶铁证，恶人最终伏法受刑。小小善举埋下救命善果，善恶轮回从来不会缺席。武大有是整条村子里手艺最出众的木匠，他性子忠厚实在，做人从不计较得失。家中妻子温柔体贴，膝下还有一双年幼儿女。平日里邻里谁家有木工活，只要开口相求，他都会主动搭手帮忙，大多时候分文不取。村里还有一位名叫苏三娘的妇人，年纪轻轻便守了寡，独自住在小院度日。她平日里安分守己，从不与人争执口舌，待人温和有礼，全村人都夸赞她品行端正。这天傍晚，武大有做完一天活计，收拾好工具准备回家。途经苏三娘家门口时，一阵粗暴的踹门声猛地传入耳中。村里出了名的地痞赖皮章带着跟班瘦吼堵在院门前闹事。赖皮章满嘴污言秽语，抬脚狠狠踹在单薄木门上，门板直接破开一个大洞。屋内的苏三娘孤身一人，吓得缩在屋中失声痛哭，浑身止不住发抖。武大有素来见不得壮汉欺凌孤寡女子，当下心头怒火翻涌，他扛起随身木工斧头，大步朝着院门走去。他身形魁梧结实，手中斧头泛着冷光，气场十足。赖皮章本就是欺软怕硬的性子，看见鲁大有这副模样，心里顿时胆怯。他不敢上前硬碰，只能撂下几句凶狠狠话，带着瘦猴狼狈逃走。临走前，赖皮章眼里藏着浓烈恨意，狠狠瞪着鲁大有，扬言早晚要上门报复。武大有望着破损严重，根本关不严实的木门，心底生出恻隐。他不忍心让独居妇人夜里无门遮户，干脆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上等木料。他留在小院里，打算亲手打造一扇厚实牢固的新大门。锯木、刨木的声响持续了大半晌，木屑飘满整个院落。他全程分文不收，仅仅是心疼苏三娘无依无靠，想尽一点邻里情分。崭新的大门完工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深秋夜晚，冷风刺骨，凉意一阵阵往身上钻。武大有收拾好刨子、斧头、墨斗等工具，打算动身回家。他心里惦记着家中妻儿，想着一家人还等着他回去吃饭。他刚抬起脚，准备跨出小院门槛，苏三娘快步冲上前。他一把攥紧鲁大有的衣袖，指尖用力到泛白，半点不肯松开。鲁大有猝不及防，手中刨子险些摔落在地面。他慌忙往后退了2步，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内心满是慌乱。他连忙开口劝说三娘松手，孤男寡女深夜独处，这般拉扯很容易引来邻里闲话。自己帮忙修门只是分内邻里情分，不能因为这件事毁掉2人的清白名声。他必须尽快回家，家中妻儿还在苦苦等候自己。武大有之以为苏三娘白日受了惊吓，独居太久，心生惶恐，想留人陪伴状态。他满心为难，一边同情对方的处境，一边又忌惮旁人流言。可苏三娘依旧死死拽住他，脸上没有半分儿女情长，眼底只剩深入骨髓的恐惧。他压低声音，几乎咬着牙缝说话，音量轻的只有2人能够听清。你今晚万万不能走出这个院门，赖皮章已经想好歹毒计策。你要是现在回家，一家4口都会丢掉性命，只有留在我院中，才能躲过这场灾祸。这番话如同惊雷砸在鲁大有心头，让他瞬间头皮发麻。他又惊又恼，只觉得苏三娘是在无端诅咒自己家人，当即用力甩手，想要挣脱衣袖出门。苏三娘急得眼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师姐紧紧抱住他的胳膊阻拦。他反复解释自己没有半点恶意，
只是院墙之外说不定有人偷听，不能大声细说原委。若是鲁大有信他多年安分的为人，就暂且留下，保全一家性命。鲁大有定定望着他眼底真切的惶恐，细细回想苏三娘多年的行事作风，他向来本分老实，绝不会拿自己的清白名声编造凶险谎话。想到这里，他后背冒出一层冷汗，心中生出浓重后怕。他握紧手中斧头，停下向外迈步的动作，答应留下来，只求三娘把整件事完整讲清楚。苏三娘拉着鲁大有走进屋内，反手关紧所有门窗，隔绝外界动静。屋里只点一盏光线微弱的油灯，他缓缓瘫坐在地面，道出方才听见的密谋。方才鲁大有在院中打造大门，他去后院抱柴火，贴着院墙无意间听见赖皮章与寿侯私下商议。赖皮章白天被鲁大有坏了好事，心中积攒满腔怨恨。寿侯给他出了一条阴毒计谋，等到夜半时分，两人带上火油与短刀，先前往鲁大有偏僻的茅草屋纵火，对外谎称是意外失火，活活烧死他全家。等事成之后，再折返苏三娘家中，动手杀掉他灭口，避免白日上门闹事的事情被外人揭发。鲁大有听完整件事，胸中怒火直冲头顶，抄起斧头就要冲出门找两名恶徒对峙。苏三娘快步上前，死死拦腰将他拖住，冷静分析其中暗藏的凶险。赖皮章二人往返小步，必定经过自家院门，此刻暗处早已埋伏妥当。鲁大有孤身一人冲出去，只会落入对方提前布下的圈套。就算侥幸平安回到家中，两人四面点火，房屋地处偏僻，附近没有香饼搭救。屋内妻子与两个孩子慌乱躲闪，根本无力抵挡熊熊烈火，单凭他一人护不住全家老小。鲁大有瞬间冷静下来，清楚自己双拳难抵两把尖刀，更防不住漫天大火。他连忙询问苏三娘眼下有什么稳妥对策。苏三娘眼底闪过一抹果敢，赖皮章素来好色，一直惦记自己，等到夜里他一定会独自进门，寿侯守在门外看管凶器火油。两人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设下圈套。鲁大有手艺精湛，可以就地制作简易机关。等两名恶人上门，当场将他们捆住，送到县衙交由官府处置，为民除去一大祸害。鲁大有看着眼前柔弱妇人，愿意牺牲自身清白不惧擒凶，心中满是敬佩。他立刻点头应允，转身动手布置层层陷阱。两人分工配合，鲁大有打开随身木工工具箱，取出铁钉、粗麻绳与墨斗，借助院内现有杂物，层层设置埋伏。门槛下方挖出浅坑，削好锋利木刺铺满坑内，表面铺上干稻草掩盖痕迹。房梁原本留存吊料用的滑轮，拴上粗麻绳，绳索另一头捆绑院内厚重石磨。整套装置悬在房门正上方，控制下落力度，只伤人不取性命。地面拉上细末斗线，高度刚好能绊倒进门之人。全部机关布置完毕，鲁大有躲在屋内衣柜后方，紧握斧头，屏住呼吸，静静等候。苏三娘独自坐在床边，装作等候来人的模样。子时一到，屋外寒风呼啸，远处传来清晰脚步声，蒙灭的火油气味顺着晚风飘进小院。门外寿侯开口提议，先赶去木匠家中纵火。赖皮章色迷心窍，执意先进屋寻苏三娘，吩咐跟班守在门外看管火油与短刀。赖皮章毫无防备，推门走进屋内，刚跨过门槛，小匣木刺直接扎透脚掌，剧烈疼痛让他身体向前猛扑，脚踝撞上地面墨斗线，重重摔倒在地。苏三娘立刻拉动床头连接石磨的绳索，头顶石磨轰然坠落，狠狠压住赖皮章小腿。骨头碎裂的声响响彻整个小院，赖皮章疼得在地上来回翻滚，不停哀嚎惨叫。门外寿侯听见屋内惨叫，手持尖刀冲进来救人。武大有从暗处猛然冲出，一脚将寿侯踹翻在地，挥动斧头打落对方手中尖刀。两人合力拿出粗麻绳，
把2名恶徒牢牢捆绑解释。苏三娘拿起家中铜盆用力敲打，巨大声响传遍全村，惊动熟睡的乡邻。乡亲们举着火把、木棍，纷纷围满小院，想要弄清深夜闹出动静的缘由。被捆在地上的赖皮章眼珠一转，立刻颠倒黑白，高声哭喊。他谎称撞见木匠与寡妇私下相会，两人刻意设局陷害自己。一旁的瘦猴跟着附和，拿深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造谣生事。围观村民纷纷交头接耳，不少长舌妇人指指点点，眼神满是暧昧揣测。武大有性格老实木讷，不擅长辩驳辩解，急得满脸通红，一时无法洗清身上冤屈，现场陷入僵持。苏三娘神色镇定从容，上前一脚踢开遮盖黑布的2个油罐，刺鼻火油气味散开。他伸手指向地面2把行凶尖刀，抬高声音质问在场乡邻：寻常走亲访友，谁会在深夜携带大量火油，还有伤人短刀？紧接着他当众说出完整真相。半个月前，他进山采摘野菜，撞见赖皮章和瘦猴躲在后山破庙，杀害过路行商，想夺身上银两。今日赖皮章上门寻衅，就是担心自己泄露杀人旧事，打算纵火灭鲁大有全家，再回头杀掉自己封口。说完，他掏出半块断裂玉佩，这是当日凶案现场掉落的关键证物。村民凑近看清地上的火油、尖刀，听完杀人劫财的过往，瞬间看透2名歹人的险恶心肠。现场舆论彻底反转，所有人纷纷怒斥2人心狠手辣，围上前厉声呵斥。4日清晨，全村百姓一同押着赖皮章、瘦猴前往县衙升堂审案。公堂之上，2名恶人依旧拒不认罪，谎称火油、尖刀都是鲁大有刻意栽赃。苏三娘递上半块玉佩，官差从赖皮贴身衣襟走出另外一半，2块玉佩纹路严丝合缝。官府派人前往后山，挖出遇害行商的尸骨，现场遗留的纵火器具也全部呈上公堂。全套证据摆在眼前，铁证如山，恶人再也无从抵赖。县太爷重重拍响惊堂木，宣判2人犯下抢劫杀人、蓄意纵火灭门重罪，罪无可赦，判处斩刑，名下全部家产充公，用来补偿遇害行商家属。行刑当天，全村百姓全都到场观看，武大有与苏三娘并肩站在人群之中，心里悬着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武大有处理完官府相关事宜，连夜赶回自家茅草屋，妻子抱着2个孩子在院门口整夜等候，双眼哭得红肿。看见丈夫平安归来，她立刻扑进鲁大有怀中，失声落泪。武大有把昨夜遭遇的全部凶险一五一十讲给妻子听。妻子心胸通透豁达，听完没有半分猜忌芥蒂，反倒备好鲜肉布料，主动登门向苏三娘道谢。2人当场结为异姓姐妹，约定往后互相帮扶，彼此照应。从这之后，2家往来愈发密切。武大有带着门下徒弟包揽苏三娘家中所有重活、劈柴、修屋、搬运货物，从来不会推辞。苏三娘时常来到鲁家，帮忙缝补衣衫，打理家务，照料家中琐碎杂事。武大有的一双儿女天天跑到苏三娘家玩耍，一口一声苏姑姑，相处格外亲近。几年时光过去，靠着鲁家持续帮衬，苏三娘开启一间小型杂货铺，生意安稳红火。她终身没有再改嫁，平日里邻里乡亲、鲁家老小时常相伴，晚年日子舒心安稳。当年被赖皮踹坏，吴大有亲手翻新的木门一直好好保留在院中。苏三娘时常对着木门感慨，这扇门挡住了心怀歹念的恶人，也牵起一段难得珍贵的人间情谊。世间人心善恶自有清晰分界，吴大有一时心软，无偿帮扶孤苦妇人修补木门，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危难关头换来全家生路。苏三娘知恩重情，不惜毁掉自身名声，设计擒凶，既救下恩人一家性命，也替全村除去一大祸患。善良从来不是任人欺凌的软弱，身处绝境之时，
善良之人总能生出自保的智慧。待人时常怀揣善意，风雨来临之际，自会有人为你遮风挡雨。世间万事都逃不开因果循环，主动种下善因，终有一日收获福报。做人坚守正道，奸邪歹人自然不敢近身。感谢各位静下心听完这个民间小故事，在这里祝愿屏幕前每一位听众和家人往后生活之中遇事自有贵人出手相助，所有灾祸都能逢凶化吉，家门吉星常年高照，福禄双全相伴左右。愿你每一次付出的善意都会化作无形好运，在不经意间会到你的身边，护佑你与家人一生平安顺遂。